订阅制保健食品成功秘籍，揭开卡米80%续订率背后的精准数据与行销策略，立即掌握业绩翻倍的法则。嗨，我是电商 Tony 陈哦。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会比较深入的分析电商市场，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是未来可能的发展。那上一集我们讲的成品哦，那分享的成品它是怎么不花1毛线上广告费，然后它电商营收就做1年16亿哦，就这16亿没有取得成本呢，这很厉害。那我们今天来聊保健食品电商品牌卡米哦 ，KAMEE 卡米。这间公司你可能比较不知道哦，因为它就是广大的中小企业中的一员。那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背景。我先说一下为什么要挑这家公司出来讲，这不是业配哦，这就是他在走一个对我们台湾电商来讲很新的模式哦，然后早就应该这样子做了。我以前还在公司服务的时候，有跟我开过会的客人都会被我洗脑过订阅制哦，那终于有一个订阅制的范本拿出来讲了。OK， 好，我简介一下它背景哦。它成立于2021年哦，由具有医药产业跟软体开发经验的团队创立。那他们公司就定位为个人化保健食品的电商服务。那现在又导入了什么 AI 数据分析，这一定是唬的啊，就是什么东西套给 AI 再说。AI 数据分析跟专业医疗团队做支撑，来提供客制化的保健品订阅方案哦。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哦，订阅制电商，然后保健食品这个领域。好，那我们先来讲说卡米的成绩如何。那因为它公开的资料没有那么多嘛，那我们只能从一些采访来侧面来分析一下它的成绩到底如何。那这一篇是 Meet 创业小聚在2023年6月发布的文章哦，标题我念一下：人均吃 4.4 种保健食品，怕忘记吃，怕买错，怕买不到。卡米用订阅制解决痛点。那你先看这张的截图哦。目前已经有超过4万人填写卡米的问卷，每个月以 40% 的速度成长，续订率达 80% 哦。好，你要记得 80% 的数字，之后我们会算到。那我们现在来讲他们观察到的痛点哦。第一个，不知道该吃什么保健食品，就保健食品百百种啊，到底应该要吃什么？之前不是有流行一阵什么低基金吗？那就满坑满谷的低基金的广告。然后讲了好像大人小孩都要吃，没有吃的话怎样又怎样哦？真的假的也不知道。来，第二个，吃起来麻烦哦。你一定有遇过或看过，就是我们爸妈那一辈会吃保健食品，然后瓶瓶罐罐一大堆啊，明明人就没什么事，可是看到那些瓶瓶罐罐，会觉得说这是怎样挨磨，是不是？然后吃起来又很麻烦，什么 B 群1天1颗，鱼油1天3颗啊，这个饭前那个饭后吃起来很麻烦的。第三，买起来更麻烦。然后吃就算了，买也很麻烦，因为每一罐它的天数不一样，你买的这一罐可能是30天的那你也没有那么认真然后每天都去开，然后吃一个把它刚刚好吃到完，而且爸妈都讲有特价就买那个90天的这比较大罐比较便宜那这次就买这个，然后另一罐就剩60天，然后好像45天的，莫名其妙，那就变成他们能补货也不知道怎么补这样。OK， 这是他们观察到的痛点那解法我也在这里画红线好，我来念一下来，第一个，透过基本问卷理解消费者的状况与需求后，进行客制化的推荐，这个就是解决消费者不知道买什么的需求。第二个，将多种保健食品整合在一起，一次一包吃完1天的分量，你不用那边分装那么有没的。然后第三，采用订阅制。它一次会寄30天的分量给你，然后因为是订阅制嘛，所以你还没吃完，你就会收到新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说它这套商业模式的设计的巧妙之处在哪里。首先是我们点到购物车的时候，你是不能买东西的它电商网站你是不能够直接看喜欢下单它的画面右上角会先出现尚未使用 KAHAS 系统来评估你的健康分数然后会有一个按钮是立刻免费评估那你点下去以后会进入到他们的问卷系统。好，你看这个一开始填的这些基础资料，身高体重什么的很合理，因为他要帮你做评估，所以你不会抗拒填这个。但是怎样，他就顺便收集，而且你给的资料很准外面在要那些会员资料，他们管你身高体重那你填一填以后，它选项蛮多的这个填起来应该要3到5分钟，可是因为你有所求嘛，你就会去填那你看填完了最后一关它就要你输入 email 是不是可以跟之前的那个身高体重年龄性别这些东西就串起来，好像再行销的资料就有了，而且它很准确很详实很详细。然后就跑回刚才的结账画面来，你看这个
最右边的红框处它会客制化咖米营养方案 A， 每个月3180块新台币运费包在里面，每个月自动配送。它只用系统帮你跑好要吃什么保健食品，所以你都不用挑啊。然后下面付款资料填一填就直接出货。好，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细节它直接绑订阅制直接绑订阅制，它没有那个什么试吃试用包没有要给你先吃吃看的。如果你想要吃1个月看看，那你一样要先付费，然后付完整的订阅的费用，然后每个月去扣嘛你有1个月不想吃，你想把它取消掉这样难怪它续约率、续订率那么高外面现在也大概都是这样，你一定都是那个订阅制的方案。我说那个 Netflix 那种，那你不想看要跑去把它取消掉这样那续订这件事情我等一下讲清楚一点，先把它的销售页着陆页讲完。那回到着陆页像我是消费者，我看到说1个月，我靠，这个不然我做个问卷，突然就跟我要3180块来订保健食品，那个 Seven 在卖的什么每日 C， 那一罐我都嫌贵那个3180这是怎样一定会想说什么，你到底卖我什么，要我吃什么嘛，怎么那么贵嘛所以画面往下拉你看它就会列出来为什么你要吃这个每一项保健食品都有说明它的原因你就不会觉得他那边乱搞就觉得这个蛮专业，然后有针对我的需求我睡不好，所以他叫我补充这个然后他列出单天，再列出30天。例如说我刚填问卷填一填然后他跑出来我要吃钙片先跑出1天1颗，1颗8块8块就便宜了嘛，30天240就去组成那个3180的那个数字有没有？这看起来就很便宜啊。如果你看完你还是觉得贵再往下拉出现一个LINE按钮你可以直接在LINE上面咨询营养师，然后下面也出现了专家认证，就一堆的医师跟营养师这样，就可以问不用钱了那就可以打消掉那个消费者疑虑，因为专家嘛，专家迷信那会不会吃了不安全或怎么样？好，你就直接去问他可以问不用钱了。好，那销售页差不多就是这样。我跟你讲这个着陆页的转化率应该不低，因为他写的很清楚了，你想问的问题他也都帮你解答了然后有问题你还可以立刻线上去询问营养师，所以客服的部分也会被处理掉。那再来你要知道他们的订阅制多做了什么那我们就来讲说这个订阅制这种服务我先补充一个他们提高续订率的小技法就是来定期提供卫教资讯，每3个月固定做使用者回馈与资讯更新的提醒为什么他们要多做这2件事呢？第一个是定期提供卫教资讯，那当然是维持品牌专业形象嘛所以是定期的。他就说现在最新的什么营养是什么，然后最近最流行的说什么什么维生素 B12 有致癌风险然后根据他们团队怎样查到是怎么样这样OK， 然后分享保健的知识。那重要的是第二个，就是每3个月定期固定的做使用者的回馈与资讯更新的提醒就叫消费者每3个月回来做问卷那这个事情取得的效果是什么？消费者有感而且觉得说你不是卖我货而已你看在追踪我使用的效果保健食品是这样，你吃了不会有什么感觉，你就吃一次1包那是保健食品，它是食品它不是药品你吃下去马上就有感觉，它就不是食品，它就是药品，那用的法规都不一样所以保健食品的断点很容易发生在哪里？就是消费者买了1罐以后，他们爱吃不吃，我吃很久，我吃完以后我觉得好像没差，这很多啊。你上班的时候你看一下你那个公司同仁桌上是不是都有保健食品，然后也没认真吃嘛，就是买然后好像就保平安就给它放着，然后想到来吃一下，想到来吃一下，明明那上面就写1日3次就3天有吃到1次不错，然后就会变成这样保健食品它已经不是药，起效已经在慢了，然后还那么爱吃不吃，很容易翻车翻车之后消费者的想法是什么？那我换个牌子吃吃看好了，我看那个隔壁部门吃那个他说这个不错就换了。其实你只要好好吃应该也是能取得差不多的效果，反正就是这样，保健食品很容易被换牌子吃，这我一堆保健食品的客户都讲到这一题所以他就也不会跟你买同品牌下一罐了，因为他就爱吃不吃没吃完嘛，然后又想要换牌子。好，那以我为例假设我吃这个卡米的保健食品，就因为它订阅制嘛，然后顺顺的吃了3个月，好，3个月后他要叫我再填一次问卷，我会怎么填？我一定是下意识的往好的地方填嘛，因为但凡填的差一点，都对不起我这3个月吃保健食品的努力，还有1个月3000呢，那这样花一花快1万呢，对吧？总是要有点效吧。然后填完以后也会跳出评分嘛，
那只要这次的评分比上次的评分高，那我当然就会觉得，这保健食品好像真有效因为我分数进步了。那当然，我不是说卡米这个牌子的保健效果好还是不好，我也没吃过我只是把自己带入这流程去想象我会怎么做而已。那我的判断就是说，我很可能会因为做了这个测验，那更相信这间公司的产品，那就继续续订下去。最后我们来讲，为什么他们只做订阅制，只做你要买他的产品就是订阅下去那经过我们刚才完整的拆解，你应该对这间公司的操作模式有一点了解了。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们做电商不是传统的促销做法，什么红配率啊、隐形卖场啊、买3件打8折啊，每个月要弄一个行销活动啊，怎样又怎样，免运券啊、优惠券啊，怎样限时折价，花花绿绿的，而是他就一个很干脆清爽的就是订阅你就给他订阅下去，而且也没有看到什么折扣，反正这是你的需求去配出来的东西，就这样OK 订阅制，而且他还设计的那个流程跟业内的那个订阅制流程也不一样像我们 Cyberbiz 的那个订阅流程反正就选完周期嘛，然后大概顺顺下去，他中间还给你卡那些有了没的分析的关卡，让你看你买了什么这样他设计的算是很细致，不是一个简单的订阅的功能就完事了，是一整套流程在跑。那我的看法是，第一个，保健食品本来它天生就适合订阅制，对嘛？这没有争议啊就保健食品这东西所以它做订阅制就已经合情合理了。当然是有品项不适合订阅制的比方说车用零件，你这个怎么订阅？你怎么叫人家订阅？耗材才有办法订阅第二个，他们透过订阅制就做到了很好的成绩接下来就是我的猜测了我的猜测应该也算准了，毕竟我看那么多客户我们就来假设一个月多1000个人去订购产品好了，然后订单金额我们先抓1500就好了那就是一般电商订单的成交金额一张平均订单大家都这样，虾皮会特别的低300-400块，但那个我们讲一般的那个独立站官网电商差不多1000-1500，好，那它做续订率80嘛，那我们来算一下，它一年能做多少营收就是每个月新增1000人这样来订然后上个月的1000人又被回购了就这样好，我帮你算好了6206万6200万这有没有惊人我刚才说的是一个月多1000人去订，所以一年的会员数是12000人但是它可以做出6200万的营收。OK， 订阅制的威力要到后面的年数开始发酵，第2年开始能做多少营收，以持续80%的续订率做成长的，跟它的新增1000人的成长幅度来说，我说每个月新增1000人应该还可以，因为他说他的问卷什么海量增加中嘛好来，那第2年的话一样维持这种新进的速度跟80%的续订率的话 1.5 亿1.5亿对，系统架构好服务流程做好，你的供应链没有什么问题，这就可以做到 1.5 亿那当然这个数字一定是不准的啦，因为他就不会去公布它还不是上市柜，他不用公开它的营收那我们拿来预测数字已经是偏保守了，所以我未看先猜它实际上能做出来的营收数字应该是比我估计的还要再略高。好，那我讲的差不多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思考点，就是如果你也是做这个高频消费产品的电商你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如何去优化你的订阅制服务，让消费者离不开你。我们都说电商难做难做有难做的做法就像我们之前讲 Momo， 你以为 Momo 觉得电商很好做他也觉得电商难做所以他毛起来去盖物流中心。那这个卡米一开始做电商也是被笑看他报道，但现在他透过这个订阅制服务的优化，我跟你说他绝对是比很多保健食品品牌活得还要滋润很多的，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订阅制电商做得好的人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这个就可以当成绩单了80%的续订率然后每年应该可以稳定有 1.5 亿的营收，每年第3-4年以后，这已经是这个公司就不会倒了，你知道，因为他不用养太多人他就是一套流程系统，然后就可以可能精简起来一间公司10个人不到，因为很大量都可以去外包掉，理货、拣货、包货这些东西都外包掉，总不会是他们的司机自己那边开车去送嘛都外包掉，所以很精简的团队那很赚钱的公司那这个就是电商中最近年来难得一见的非通路型品牌有一个比较好的佳绩真的，有没有现在不是都在虾皮什么某某上、Coupon上大乱斗那你一个独立站品牌商这个卡米闯出很好的成绩，你以前没关注过，你可以关注一下。讲八卦真的以前跟我开过会的客户一定都被我洗脑过，就是如果他的商品是
耗材哦，你不能说耗材，就消耗品的话，都会被我洗脑要做订阅制，这一定啊，因为订阅制它天生就有一个滚雪球的特性。我们就来说我每次都讲这个例子哦，所以现在有在看这支影片哦，以前我的客户他一定很熟悉。好了，假设啊，你现在在卖一个，我不要再讲保健食品好，我说茶叶好了，对不对？茶叶很多人做嘛，对不对？茶叶好，你一个月只做5万块的订单，5万块要订单，对哦，你先不用管说卖出多少份订单哦。反正你一个月销售出去的茶叶是5万块钱哦，5万块钱，然后你做的是月订阅制，每个月订阅哦，就跟那个卡米一样，好，每个月来一次的这种 ，OK， 5万块，好，一个月订阅一次哦，然后因为你每个月的行销都有在跑嘛，所以你每个月都会有新单5万块，新单哦，好，那第一个月你做了5万块的业绩，对不对？多少的订阅制回购业绩？0啊，对不对？新单0啊。第二个月呢，好，你又有新的5万块，好，然后你上个月的5万块是不是要经过1个月要回购了？所以你第二个月要出10万块的茶叶，5055这样。好，来第3个月呢，想到这里你应该已经知道我要表达什么。第3个月你有新单5万，上一个月的回购，上个月的又要回购，第3个月要出15万的茶叶。OK， 连续1年。1月到12，请问你总共要出货多少茶叶？现在算出来，那你大概公式都忘了那个是梯形公式，上底下下底乘高除2。好，它原理就是这样你看如果对比，我就是一个每个月在卖的5万块的茶叶，5万块这样子来出，那个没有其他的营收支撑，这个公司会死，你知道，一定的，因为它养不起员工好，可是你一旦改用订阅制来操作，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就5万块每个月新单来出，再加上旧单去滚嘛，那就变成5加10加15加20这样加12次。请问，经过12个月，你这样计算12次，你要出货多少次的茶叶？390万，390万。你有算出来吗？总之就是说，如果我每个月都做5万，我没有在管回购的，我每个月都从0开始这样，就归零了。好像业务他们会讲一些什么归零什么的 ，OK， 好，那你每个月都被归零，每个月都从头开始的话，5万，它1年12个月给你做60万，但如果你引入订阅制，那你就积极去开拓订阅制的客户，一样是一个月5万块，这5万块叫什么业绩？那1年你要出货390万的茶叶，茶叶又属于高毛利的产品，这小公司小部门不会倒了，你知道，就不会倒了，对，然后请问第13个月要出货多少钱的茶叶？65万反正你自己拉一拉你就知道。OK， 当然以上这个是我很理想化的计算方式，因为完全没有提到这个续订率完全没有去考虑续订，它一定是会减的嘛。反正就是这样啊。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已经有完整的订阅制的这项功能了，我们也很多客户在用，像那个鲜乳坊，鲜乳坊我可以讲是因为它网页就公开的，鲜乳坊你去看，它有一个订阅周配什么的方案那也是像订阅制一样在做。订阅制是个业绩滚雪球，它能够让你以前做过的行销活动你花出去的广告钱能有一个累积叠加的作用，而不是说就一单买卖然后从此两清，就不是这样。我们每个月要从0开始，只要你的产品有耗材的那个概念的话，我会很建议你去做。我已经讲了嘛，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多少人在做，然后再来是茶叶还有一些美妆保养品这些都是只要是消耗品，通通都可以发动订阅制。当然你不要问我说什么扫地机器人怎么，那你看你耗材嘛，或怎么样，商业的大门想象力是无限的这不要直接来跟我问答案，你自己去思考，看一下你手上的产品怎样会搭得出一个订阅制的服务OK， 那有订阅制滚雪球的威力那我相信就好好维护好这些长期的饭票、长期的金主，你的这间小公司应该就过得还算不错。真的我去看我那些有做订阅制的客户，是一间小咖啡店，都活得好好的然后只在那边卖那个咖啡包什么挂耳式什么绿挂式咖啡包，卖打折卖，很辛苦，下个月重来一次那个很消耗然后订单再大量，他就手工他又做不出来所以订阅制很漂亮的东西，它可以让你去稳固你的供应链。好，我假设你做那个绿挂式咖啡好了，咖啡也可以做订阅那你突然有一个艺人喝你的绿挂式咖啡包，然后他拍了一个 IG， 然后你的货就爆了，然后你突然要出货5000多包，你做不出来对啊。可是订阅制如果长长久久都是订阅制的话，你可以估说我下个月
你在这个月1号你就知道你下个月要出货多少咖啡包了嘛？你就知道说哦，这个我先背起来哦，它可以去 smooth 你的供应链哦，来让你的出货不会那么的刺激、紧张、出包哦，就这样。订阅制好处真的很多。那我个人在判断哦，订阅制还有一个很优秀的好处是，它可以怎样摊平广告成本？摊平广告成本，这个我说明一下。接下来比较技术哈，那个懒得看的人就不用看了。OK，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投放广告哦，然后再带来电商的订单转换，很贵嘛？对啊，很贵啊，你也知道。现在的话，反正就是用那个 ROI 哦，或是精确用 ROS 回推来计算。OK， 那直接讲结论啊，大部分都是1000块的订单，你要花300到500块的广告费去拿到，现在都这样，很难会出现那种有啦。如果你有一个代言人或怎样，那你可能会出现，算一算，你花120块，你可以卖掉1000块的订单，可是你代言广告也要钱啊，对啊，那些综合考虑进来也不便宜。OK， 这个东西我们就把它统称叫获客成本，获取客户的成本，获客成本。订阅制有什么好处？订阅制是这样你要开发一个人跟你买一单，跟开发一个人跟你订阅，当然是订阅比较难嘛。可是你广告可以一直上，为什么？因为你后面你估计你的续订率是 OK 的情况之下，你第一单、第二单的回购周期是赔钱都没有关系，对不对？好，因为它一定定12个月，假设那个续订率像图中写的80%，你做烂一点，你60%好了。你可以容忍前3个月的订单都是赔钱的你去拐人家订阅，等于是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以去摊平你订阅的订单。第2期开始，请问第2张出去的回购订单人家订阅过了1个月，然后你又出给他的，请问这张订单出去，你收了他的钱了，信用卡自动扣款这张订单有行销成本吗？我跟你讲，行销成本0，你知道就出去了所以订阅制可以大打广告的道理就在这边，因为可以摊平它可以用平均订阅，假设我们也不要讲一个人订阅1年那么完美，我们假设平均订阅会6个月好了6个月，那你至少前2个月的广告你可以是赔钱的，你知道，你前两个月你算起来是打平都可以，你先把人换进来再说，因为你第2个月就会赚钱就是这样，订阅制的威力在这里我也有小生意，就是在做那个订阅制规模很小，因为我平常也忙嘛订阅制的好处真的是没有吃过这个回购订单的甜美的人都不信，然后觉得这也还好吧他会专注去找那个很猛很爆的品，努力的方向不一样像我们就是经营一个毛利也普普，然后就订阅那订阅制你把这些熟客老客户服务好 OK 很 OK 的，对，他就会一直我跟你讲，他们吃或喝什么茶叶或吃那个咖啡包也没那么认真他们想到这个我一定要去把它取消，又忘了下个月又来，然后来就吃吧，然后自己吃不完这样送人大概就是这样订阅制的好处很难跟你说明不然问那些线上串流影音平台为什么都是用那个订阅制的方式，这是从他们那边给我的灵感，我去开发我想说干这个真有搞头，美国人真是厉害早就在玩如此高端的东西，他们美国人的电商这个我改天再讲，总之就是说检查一下你手上的你公司的或者你朋友在做生意的，你看他有没有明明可以发展订阅制，可是他没有去发展订阅制的你跟他讲不然你把它端来做作为你的小副业没有想象中的难做，真的你去做做看，你为了要让人家订阅你就不会骗人家因为以前是一单嘛，你也知道这个东西很难卖你就尽量骗到手之后就跑掉了 OK 好，那就会各种夸大可是你会想要他长期订阅嘛，那在心理上连一个坏人连一个贱巴拉他都会想要好好去服务这个客户，让他持续订阅下这整个生意就会往好的地方前进，对不对？今天是一个买一单然后推一单消费者来骂你要跟他对骂但如果今天是一个已经跟你订阅4个月了，然后他说你的产品有什么真的假的，我看一下小财神爷这个息怒我在补什么，就会变成这样，因为你要细水长流，你要人家长期跟你配合，一直在你身上花，你就会好好去服务人家，他可以把那个一心想要使坏的人都来做这个商业模式，他做出来都是好的结果，就大概是这样，你参考看看。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旭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 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
你只要被插到一点哦，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啊，快点跑啊！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哦，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啊，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好，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